无限一开始只是在蓝湛腿上蹭蹭，然后又围着他转圈圈，不时又喵喵叫2声，但是这次蓝湛竟然这么久都不理他。一开始是整个人都不动，后来好不容易开始动了，竟然就是在那个很多黑色块块的东西上敲敲打打。蓝湛以前明明会很快把自己抱起来的，蓝湛他变了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他了。无限越想越委屈，于是一跳跳到电脑旁的架子上，再一跳跳上电脑桌，然后3跳跳到蓝湛面前，和他对视，喵的叫了一声。蓝湛前一秒刚发了消息，后一秒就看见一双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出现了面前，偏下很多的地方。黑色的美短对着他又叫了一声，叫得软软糯糯的，怎么听怎么委屈。蓝湛叹了口气，然后温柔地把无限抱到腿上，顺着无限的毛一下一下的抚摸。黑色的球球缩了缩，更圆了。无限把自己整只猫蜷在蓝湛身上，又挪了挪，毛茸茸的小脑袋往他身上蹭啊蹭的，还不忘记特别委屈的小声喵呜2声。蓝湛心都化了，是我不好，不要生气。无限又喵了一声，还是在蹭蓝湛。蓝湛觉得他说线线像个小孩子一点都没错，现在这样子分明就是小孩怕大人不要自己了的委屈劲儿，又依恋得紧的模样。蓝湛温柔地继续顺着无限的背脊抚摸着，然后挠挠他的下巴。无限咕噜一声，就着蓝湛的腿打了个滚，躺开了，露出了肚皮。蓝湛沉默着，还是默默递上手去摸了摸肚皮，好软。电脑上显示出发来的消息，嘿嘿嘿，没事。韩光君难得唬别人啊，我还算个破例，不容易不容易，不是在恋爱呀。那就好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开玩笑开玩笑，韩光君不是恋爱了就好，要不然你微博上的那些女朋友们得多伤心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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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湛看见第2句的时候心中一动，然后就被接下来的一句盖过去了。蓝湛单手搭上键盘，另一只手还是在摸猫，要不然这小祖宗受了冷落又闹脾气，折腾的可是他。蓝湛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回复什么内容，先发了个省略号过去，然后他又一正神，缓慢地打了2个字发过去，胡闹。好像还是7年前他斥那轻狂少年无聊的口气。那边又很快回复了，韩光君你怎么这么喜欢教训人呀？我又不用守你们姑苏蓝氏的规矩。说到教训人，你还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呐。蓝湛这次是真的愣住了，他连猫都不撸了，双手打字。谁？然后似是觉得不妥，又删掉了，改成你的朋友吗？蓝湛又斟酌了一下他们算不算朋友，但似乎这样问是最正常的，于是按下了回车键。应该算是吧，是我一个高中同学，很正经的一个小古板，和韩光君你一样古板，哈哈。蓝湛看到应该算是吧，眼神一暗。那边魏影想的却是蓝湛那种正经人，还不知道乐不乐意当我这个朋友呢。蓝湛使自己表现的好像只是一个正常人的好奇的样子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发送。蓝湛无声摩挲着自己的手。魏婴会怎样评价他？魏婴双手搭在键盘上，打下一行字。一个严肃认真又刻板的人，但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人。打完又觉得有点不妥，魏婴盯着屏幕犹豫了2秒，又逐字删掉了打的内容。魏婴把正坐在电脑屏幕旁边看着的一脸正气的忘机抱过来，摸了2下忘机的头，忘机微微眯起眼睛，一声不吭，特别严肃。魏婴一乐，怎么他身边1个2个都是这个模样？于是魏婴抄起手机，一边对白色布偶猫哄着，乖乖乖别动啊，你为哥哥跟你拍个照片，一边嘿嘿笑着拍了张给韩光君发了过去。大概就是这个样的，我打赌我这个形容十分贴切。蓝湛看着电脑屏幕上出现的白色布偶猫的高清正脸大图，丢了几个省略号过去，叫他说什么好。他蓝湛难得调动的那一点点忐忑的情绪，就这么被只猫堵了回来。还是指面部表情无比严肃，甚至神情间对自家主人这种行径隐隐透露出几分无奈和轻蔑的猫。蓝湛越看越觉得忘机脸上简直就写着我能怎么办。他默默地接了下句，我也很绝望啊。魏婴又摸摸忘机，有点蠢蠢欲动的想去捏捏忘机的肉垫。忘机还是雅正端方地坐在他腿上，一脸正经，好像完全没有察觉到正在靠近的危机。魏婴心里数着，一个蓝湛，一个忘机，
一个韩光君，都是小正经小古板，怎么我身边竟是小古板？还都是走雅正路线的，等等。韩光君是姑苏蓝氏工作室的，蓝。魏婴正往忘机伸过去的毒手陡然停住了。蓝这个姓氏可并不算多见啊。魏婴正愣愣地想着，本来好好待在他腿上的忘机跳了下去。魏婴低头，怎么了？忘机。白色布偶猫矜持地往放猫碗的地方走。魏婴一拍脑门，他今天吃完午饭就过来瞎撩了，本来没想着韩光君会立刻回复的，还打算那个时候再倒猫粮，结果事情有变，他到现在还没有给忘机倒猫粮。天地良心，他真的不是故意忘记的。忘机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你，我这就来还给你家牛肉罐头。魏婴大喊着窜起来追着忘机去给他倒猫粮了。至于韩光君与姑苏蓝氏，哪里会有这要巧的事情？魏婴没再多想，拿了猫粮袋子给忘机倒满，然后又拆了个罐头放在食盆旁边。忘机吃东西的时候也还是很雅正，虽然脸埋进了倒得满满的猫粮里。魏婴在旁边好整以暇地看着矜持进食的布偶猫，笑眯眯地伸手顺着忘机的背脊抚摸着。被碰到的瞬间，忘机的动作条件反射地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安然地吃东西。虽然吃东西的姿态很优雅，但速度一点都不优雅。1/3的猫粮以肉眼可见的规模消失了。忘机向后挪了2步，然后舔了舔爪子，准备洗脸。魏婴把打开的罐头向布偶猫推了推，不吃。忘机看了看罐头，没靠近，还是站在原地，一副冷静自持无欲无求的样子，但身后的大尾巴在轻轻地摇摆。魏婴笑嘻嘻的，也不点破，把牛肉罐头又朝忘机推了推，道：我开都开了，关不上了。忘机这才走近了，脸上依然是正直的表情，一脸的我是因为已经打开了，我不能浪费食物才吃的。魏婴笑眯眯地看忘机，开始装作勉强，实则开心地吃罐头。他伸手试图去捉忘机摆来摆去的毛茸茸的大尾巴，笑着说：下次口嫌体正直的时候，忘机你记得先把尾巴收一收啊。早晨7点半，蓝湛放下今天读的书，默记下页数，然后将书色回排的整整齐齐的书柜上留下的那条缝隙。桌上摆着杯起床就接好的水，已经凉到最合适的温度。白净的骨节分明的手搭上杯壁，蓝湛端起水杯抿了一口，正准备去开电脑开始工作，蓝湛突然想起今天是周6，更新猫片的日子。蓝湛想，无线肯定还没起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反正线线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都是最可爱的，信我。以上那句并不是韩光君说的。蓝湛拿了手机，轻手轻脚地往猫窝走。无线果然睡得正香，他睡成仰躺的姿势，整条猫弯成一个可爱的弧度，软软的肚皮就露在外面，2只爪子伸着，并在脸两边，黑色的肉垫看上去手感非常好，尾巴也弯着，和自己伸着的爪子正好拼成了一个圆。